你敢想象嗎？在貴州省晉南鎮的群山之中，一座高聳險峻的山峰，整座山頭被削平。有人說它是外星文明的停机坪，也有人說它是未來文明留下的二維碼。實際上，它是清朝末期修建的軍事要塞盧家營。本地有民謠傳唱：鴉片砌城牆，銀子堆成山。盧家營修建於山頂之上，外圍不但有3到10門守護，山頂更有厚重城牆環繞，內部房間有數百間，配備有4通8達的地下通道，硬生生將整座山頭打造成一個典型的古代戰爭城堡。它的修建方式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今天呢，就跟隨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這處神秘的雲端城堡。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武。今天我們來到貴州省黔西南州的晉南鎮。據說呢，晉南鎮有這樣一座無頭山，在山頂之上呢，有清朝末期建造的一個軍事要塞，名字叫做盧家堡。盧家堡它依山而建，傳言呢，它的地下通道4通8達，外圍呢有厚重的城牆進行保護。它是当时清政府儲存大量鴉片和奇珍异宝的地方。后来呢，要塞废棄，大量的奇珍異寶被運走。相傳呢，有一定的數量的奇珍異寶呢被藏在了當時的地下通道當中。今天呢，就跟隨我們的鏡頭，我們一起去看一下，是不是真實存在。前往這個盧家營的道路呢，由於比較隱蔽啊，所以當地人呢，為了方便能夠讓遊客找到這個地方呢，他在沿途呢做这種標記啊。我们呢，在这個小路上行進了一會兒呢，感到非常的累啊。它盧家營呢，是將整座山頭削平，修建而成的這種軍事堡壘。在當時沒有修建這樣比較寬的道路的基礎上呢，讓人感到很意外的就是，它究竟是怎樣才能將大量的這種巨石和建築材料呢，運輸到這樣高的一個山頂之上，並且修建這樣大的一個要塞。我們行走到這個山腰處呢，在我身後啊，這個巨石，就像一個精緻的假山一樣，點綴在這個路旁。它這整個石頭上面呢，長了大量的植被，把它進行了一個裝飾和點綴。比較神奇的是，在我們前面呢，還有同樣的一塊這樣的巨石啊。這不禁呢讓我聯想到，它有點像這個那種後面巨大的山坡的，一兒一女啊，分別在這膝下環繞。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呢，幾乎是圍着整個山頭呢旋轉了一周啊。整個盧家營呢，它背部這個方面呢，全部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石山。在這個位置啊，我們發現了一個巨石之下，似乎是人為修建的一個庇護所一樣的。它上面呢是用碎石壘砌的，一見這個巨大的石身呢，在下面留有一定的空間，可以供一個人在裡面休息。我們越往上走呢，這個路上，的植被呢，就愈發的茂密，它已經將這個道路呢進行了覆蓋了，而且在那個石頭之上呢，有一大片這樣的蘭花。為了大家看得比較直觀呢，我直接過去給大家指出來。能夠在這樣的石山之上發現這樣的蘭花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可以看得到。
現在呢，我們看完了那個蘭花之後呢，我們繼續往山上走。我們行走在这樣的地形之上呢，要特別的小心，因為這樣的地貌呢，它導致這個怪石嶙峋，路呢比較崎嶇坎坷，比較難走。這個地方我們上來的時候看得到，在這個苔蘚之中呢，竟然生長了這樣一朵類似於蓮花的植物。不得不說啊，這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十分的奇妙。我們走到这個地方呢，就馬上到達儒家營盤的第一道大門了。相傳呢，儒家營盤這個堡壘呢，它一共有3道大門，這是第一道。這個第一道大門呢，在完好的時候應該是有10數米那麼高，但目前呢，能夠保留下來的只有這一半段。它整個大門啊，由這種巨大的石塊堆砌而成。雖然已經過去了幾百年的時間，但是呢，只要沒有人工的破壞呢，它依然能夠保存下來。前往这个儒家營盤的道路呢，非常的隱蔽。如果你不細心的話，你根本上不去看。在這個位置呢，有我們的前面來的遊客呢，給我們做了這種小小的標記。我們越往上走呢，整個儒家堡它呈現的這個面貌啊，可以或多或少的在這個遺址之間呢，有一定的體現。可以看得到，從遠處看，這個可能你以為是一堆廢棄的碎石，實際上你仔細觀察的話，可以發現，它是整個用糯米水沾着粘土砌造的石牆。事到如今，你看，你還是沒有辦法撼動它半分。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儒家堡的遺址。可以看得出啊，整個儒家堡的規模呢是非常的宏大的。到這個位置呢，往上走幾乎垂直，整個道路非常的崎嶇，而且這個位置呢，有遊客啊做了一個非常迷你的一個上山的標誌，在這個位置。現在呢，我們就沿着這個標誌繼續往上走。我幾乎往上走呢，是手腳並用的，才能夠向上攀登。都說上山難，下山更難。一會兒呢，我們能夠體驗到下山的困難。這些地方還有人寫了為上來的人呢加油打氣的鼓勵的話，但是呢，對我已經沒用了，我2條腿已經不聽我的使喚了。我們到這裡呢，我就不禁心中有個疑問。雖然將營盤修建在這個山峰之上，易守難攻，但是呢，它沒有比較便利的交通，不顯然是弊大於利嗎？到了這個位置，就有一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覺。是從我們的面前看過去啊，下面的山峰啊，猶如竹筍一樣，層層疊疊的。現在我們就要通過一段這個
修建在这個石縫之中的道路啊，非常的隱蔽。我們再有個5到10分鐘的步行呢，應該就能到達盧家營的大門口了。到這一片啊，從側邊看過去啊，所有的巨石形狀各異，仿佛像千軍萬馬嚴陣以待一樣。在我們即將接近盧家堡大門的時候呢，這個地方居然有這樣一棵參天古樹。別看它不怎麼高，樹幹也不是那麼粗，但是能夠在這個地方長到這樣的樣子呢，它至少生長了100年以上。它的樹根呢，都已經跟这個岩石緊密的結合到一起。當我們穿過這個樹葉所遮掩的這個通道，就能夠一眼看到盧家營盤的大門，就在我們前面。刚刚我以為到這個位置呢，就已經到了山頂了，沒想到這個山欺騙了我們啊！大門呢，還在我們上面100米的位置。我們到了這個山頂這個位置，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個地理地貌呢，剛剛呢，我以為是一條眼鏡蛇要攻擊我，把我嚇一跳，沒想到呢，在這裡啊，能發現了2隻這種可愛的小動物啊。那邊呢，還有它破殼而出的那個蛋殼。我們不要動它，野生動物呢，它是非常具有靈性的。下面呢，我們繼續往山上走。現在呢，我們把這些植被扒開，直接循着路往上走。由於長時間沒人走呢，路已經幾乎沒有了。這個山頂之上居然有大量這種蕨菜啊！這麼粉嫩。現在呢，我們已經到達盧家營盤的正大門了，加油！馬上上去看一下。它這個整個營盤大門呢，也是由這個石塊堆砌而成的，而且沒有用任何的這個輔助的東西，全是石塊。但是從它表面這個工整的做工呢，看得出來，它經過了幾百年，依舊穩如泰山。现在我們已經登頂了整個盧家營盤。從下面看呢不夠直觀，從上面看可以看得出，它整個營盤的這個城堡這個壁的牆啊，可能有2-3米那麼厚，這得耗費多少的石料和人工來進行堆砌啊！
而且在大门這個位置呢，它設計比較科學，它設計了一個類似於哨兵的一個位置，可以隨時呢，向下面進行觀察，將情況呢反映給堡壘之內的人。我們現在呢，直接順着這個邊牆向前面走，看一下。這個邊牆的做工呢，非常的有意思。它外面約1米厚的地方呢，全部用巨石堆垒，然后中间呢留了一個縫隙，用小石子進行了填充，而且外部呢又有了這種巨石呢進行了堆砌，這樣呢能夠保證整個牆體非常的牢固。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向下看呀，就可以將山底10里之內的情景呢盡收眼底。這樣呢也是為什麼他會將一個這樣的軍事堡壘，還有大量的黃金以及鴉片隱藏在這個要塞之內的重要原因。雖然它的交通不便利，但是呢它能夠確確實實的做到萬無一失。到這個位置呢，我們就發現了當地這個村民口中傳說的，它整個盧家營呢，上面是軍事要塞，下面呢全部是地下城堡。它是由这種士兵呢依據這個山洞呢，挖出了這種4通8達的隧道，可以供士兵在下面進行生活和作戰。這個地方呢就體現得更加的明顯了。我們可以看得到。內部呢是4通8達的，由於這個歲月的侵蝕呢，它已經坍塌和掩埋了很多。在這個位置，我們還發現了這樣古老的陶瓷可能是當時在這裡駐守的士兵所使用的陶瓷碗。它的這個瓷呢，這個釉呢都比較粗糙。我們給它放回原位。這個地方呢，也是有一個巨大的這個地下隧道的入口，被大雨冲刷之後呢，顯露在我們的眼前了。它整個盧家營盤呢，有人說呢，它像外星人留下來的二維碼，也有人說呢，它是神秘生物的停机坪。众說紛紜，但是呢，據資料記載它在初期的時候呢，也只是清朝末期的一個軍事基地和堡壘。我們也特別小心行在這個上面，它的這個地下隧道大部分都已經裸露了，有些入口呢比較隱秘，不要摔進去了。我们来到上面这個平台，在我們眼前有一堵這種巨大的這種石牆。這個呢是當時開鑿的時候特意留下來的一個天然屏障，也是當時整個要塞的主體。我們穿過這個主體中間呢，就來到了堡壘的另一邊。這裡也是有這個地下通道的出入口，但是呢已經被坍塌的石塊呢全部堵塞了。從這個地方往外面看過去，可以感受得到萬峰層林的這種宏大景觀。
不得不说，当时选址建造这个营盘的人呢，眼光非常的独到，非常的具有这种军事才能。而且根据当地老年人口耳相传的说呢，在这个卢家营盘之内啊，依旧隐藏了大量的这种奇珍异宝，但是呢，一般人是没有能力来进行发掘的。这块石板之上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量的这种人为开凿的这种洞窟，它是用于安装架子使用的。我们从这里看过去啊，它整个营盘尽收眼底，几乎有400-500米那么宽，然后呢，整个是呈一个半斜面的状态。我们在这个营盘上行走啊，真的要特別注意，它這個上面的地下通道的入口非常的多，錯綜複雜的。在我們前面那個位置啊，它應該是原來的一棟房屋，但是呢，經過長時間的風化，它已經只剩下了還可以大略看得出來的一個雛形和基礎。它整個房屋的地基呢，全部都是這種青石所建造的。在這個房屋旁邊呢，它還特意留了一個這樣撤退的或者是進出的一個隧道入口。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不知道是人為的還是自然原因呢，原石啊將那個入口堵住了一大半。由於太危險了，我們就不再往裡面進行探究。這個位置也是。可以說建造者呢，選址在這個位置呢，當時就是想把整個山打造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爭機器。我們從當地居民的口中得知呢，他在這個石板之上啊，建立了大量的這種凹槽。由於整個山坡它是沒有水源供應的，所以呢，他平時就收集雨水到這些石窩之中進行儲存，和供後面的士兵呢進行飲用。這裡的這個地下通道的入口呢，就保存的相對的完善，可以看得到人工開鑿的痕跡非常的明顯。而且是直通洞底，然後呢，向我們的後面進行了延伸。它的另外一個入口呢，在這個位置，現在呢已經被倒塌的這個圍牆呢掩埋了。這裡呢也是一個隧道的入口。然後這邊的石頭呢，經過成千上萬年的這種風化啊，它形成了這種像河流一樣的千溝萬壑，然後是統一的方向。
我们從這個位置向下面看呢，不可謂不險峻。它整個堡壘的另一面呢，全部是懸崖峭壁。下面呢，盡收眼底的都是石山和耕地。现在呢，我们已经将整個儒家營盤的這個舊址呢，已經參觀完畢了。整個儒家營盤，它不愧為古代的戰爭機器。它整個建設，無論是從它外圍的城牆，還是內部的通道，還有軍事設施，都是當時的一流。而且從我們現在看來呢，它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整個地下通道錯綜複雜，也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藏着村民口中所說的奇珍異寶。今天我們的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我們下期再見，拜拜。